女邻居怀孕，却被渣男老公 PUA， 连水果都舍不得买，捡我扔掉的烂桃子吃。我同情心泛滥，请她来家里吃零食水果，她毫不客气，零食专挑贵的选。猫山王榴莲吃了大半个，我不跟她计较，却反而在买水果的时候被她老公指着鼻子辱骂。女人来钱就是容易，一箱草莓200块钱，也就是5分钟的事。次日一早，女邻居又来要吃的，我跟她说她老公的事，结果女邻居却说我老公说了，好女人才不会买水果吃呢，你来钱容易，我吃点又怎么了？我目瞪口呆，紧接着狠狠将门拍上。这对渣男贱女是愿打愿挨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因为这件事，男邻居竟然持刀等在了我家门口。小区团购群今天开了丹东草莓拼单，一箱5斤，200块。我一向很喜欢吃水果，看到有团购优惠，马上就参加了接龙。我也预定一箱，美滋滋订完草莓。没想到的是，下一秒就有人在团购群里阴阳怪气，女人来钱就是容易，一箱草莓200块钱，也就是5分钟的事吧。我看了一眼，他的备注竟然是一栋702，正是我同一层住着的邻居。702是一户夫妻，女人带着肚子，男人瘦小精干的模样。没想到说话这么难听，我从来都不是受气的性子，毫不退让的反击。你有毛病吧？发癫就自己去精神病院报道，别在外头恶心别人。很快，一栋702又回话了，这次还专门艾特了我。一栋702，难道我说错了？好女人才不会买这种草莓这种奢侈品，这本来就是小区业主参加的拼单群，大家没少在群里预定贵价水果、生鲜百货。他这开满地图炮的2句话，让其他群友也看不下去了。草莓也叫奢侈品了？这年头的奇葩怎么这么多？这是哪里来的猥琐男，在这里逼逼赖赖？你自己5分钟就以为全世界5分钟是吧？搞笑吧？买点草莓也有人犯红眼病，因为群情激愤，那一开始开枪说话的一栋702慢慢就不作声了，最后只留下一句：我老婆跟你们这些虚荣女不一样，她才是真正的好女人。我看着702发出的那句话，顿时想起了他老婆，那个有点瘦弱的女人。这对夫妻是最近这段时间来搬来702住的，不知是买的2手房还是租的房子。其中那个女人，我在出门扔垃圾的时候好几次碰见过，她捧着个肚子，身材却很干瘪瘦弱，没有出去上班，一天到晚的待在家里。有一次，我将几个忘记吃、坏掉了的水蜜桃装在透明垃圾袋里，暂时放在了门口，准备晚上散步的时候一起拿出楼下扔掉。结果晚上出门的时候，他正在捡我的那几个烂桃子，见我出来，他讪讪的笑：这些水果你都不要了呀？看着还好好的呢。我见他可怜，将他让进屋子里，给他拿了好几个水蜜桃。交谈之后，我知道他叫徐桂芬，如今已经怀孕6个月了，一直在家里待着，没有出去工作。见他喜欢吃，我问他群里有团购，可划算了，10块钱2斤，我拉你进群吧。他连连拒绝，神色甚至有些惊恐。我老公说了，好女人会给男人省钱，才不会买水果吃。我见他带着肚子，人又瘦小，轻声跟他说：你怀着孩子呢，要多吃点水果，这样孩子才能发育均衡。他认真的看着我，要吃水果，孩子才会发育均衡吗？我点了点头，多少是要吃一些的。在那之后，徐桂芬3天2头就来我家吃东西，我放在客厅里的果盘，她避开便宜的苹果、香蕉，专门吃贵价的草莓、车厘子，还有我放在桌上的千层蛋糕、燕麦巧克力，她都吃不绝口。有一次，我切个橙子的功夫，她连家里的猫山王榴莲都吃了好几房肉。我见她怀着孩子，人又显得可怜，并没有跟她计较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好吃好喝的供着她，结果他们夫妻不知感激就算了，她老公竟然还在公共群里这么说我，我心里十分生气，打定主意要跟徐桂芬说这件事。次日晚上，我去快递站拿完草莓，再回来的时候，徐桂芬正好站在我家门口，见我带着一箱草莓，她眼巴巴地看着，你又买了草莓啊？我帮你吃一点吧，不然你容易放坏了。往日听着这样的话，我心里没多想，如今却听着觉得怪异。什么叫我帮你吃一点？我心里不太高兴，又想起了她老公发在群里的那些话，瞥了她一眼，我自己又不是吃不完。她跟在我身后，似乎想跟着我一起进门。你一个人买了5斤呢，200块钱一箱，吃不完多浪费呀！我心里咯噔一声，她怎么会知道我买了5斤呢？难道她也在那个团购群里？所以她一边吃着我的水果，一边放任她老公那样阴阳怪气我。你在那个团购群里呀？我将草莓放在玄关，叉腰站在门口挡住她。那你想吃，干嘛不自己买呀？她细声细气地说，我老公说了，好女人才不会买水果吃呢，那你是好女人，你别吃呗，来吃我买的做什么？我气不打一处来，你的又不是自己买的，她还是那副小白兔的模样，说出来的话却很恶心人。我老公说了，你的钱来的容易。我听到他这话，很想扇他，但见他挺着个肚子，又怕他在我家门口有个3长2短，索性将门一拍，算是眼不见为净。我洗了草莓，然后放在漂亮的果盘里，还拍了个照片发在团购群，草莓品质很好，下次再返购。开团的团长也是我们小区的业主，见我照顾他生意，马上就回复了，我们家的草莓都是新鲜冷链运输的，品质有保证，吃得好下次再来哈。本来群里气氛一片祥和，然而隔壁一栋702又来破坏气氛了。一栋702都是你们这些坏女人教坏了我老婆。一栋702一天到晚只会攀比买奢侈品，今天买几斤榴莲，明天买几斤草莓，也不知道干什么工作的，来钱来得这么快。他这次说的话比上次更难听，引发了更多人的围攻。一栋801道，哥们儿，你自己挣得少就找找自己的原因，这年头榴莲都叫奢侈品了。一栋1502，这人有病吧？谁拉他进群的？吃点水果也要被逼逼赖赖。
最后群主在骂完他傻逼之后，索性将他踢出了群聊，我心里一阵畅快。这年头到底还是正常人多，不愉快的小插曲被抛之脑后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隔壁702的孕妇竟然有这么厚的脸皮。次日一早，她又堵在了我家门口。我原本以为昨天傍晚拒绝了她一次之后，她应该不会再来找我了。结果一大早，我家门铃被按响了。我过去开门，门口站着的正是徐桂芬。她眼巴巴地看着我，我来借点醋。说着，她眼睛已经往屋内张望。屋子里，我蒸的虾饺刚刚出锅，盛在盘子里，香喷喷的气味从屋子里传来。她咽了咽口水，我看见徐桂芬，就感觉气不打一处来。之前有2次，她一大早来我家敲门借东西，什么锤子、钳子之类的。我让她进门的时候，正好在吃早饭，见她眼巴巴地盯着我的虾饺、小蛋糕之类的，也会客气2句，让她顺便吃一点。没想到现在闹翻了，她竟然还堵在我家门口要吃东西，还打着什么借东西的幌子。我以前不戳穿她，是觉得她挺着个肚子，有些可怜。如今闹翻了，我也没那么圣母，不借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她反倒是不乐意了，找你借点醋，你干嘛那么小气？你不小气，你自己去买呗。我冲她撇了撇嘴，那你不借给我醋，我早饭做不成了，只能去你家吃了。她厚着脸皮就想往屋里挤，我哪里会让她进来呢？直接将人拦在门外，干什么干什么。强闯民宅会判刑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她一下子顿住了脚步，颇为幽怨地看着我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吃点东西怎么了？你老公不是说好女人不嘴馋吗？那你嘴馋什么？你忍着别吃啊！我想起她老公发在公共群组的话就恶心，拿这话堵她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徐桂芬脸不红心不跳，才不是我想吃，是我肚子里的宝宝想吃。你这样会饿坏我的宝宝的，这关我什么事？又不是我宝宝。我嗤笑一声，再说了，你老公说这说那，怎么不见他给你钱，让你吃点好的呀？我老公赚的是辛苦钱，我是好女人，才不会这样浪费钱。见我骂她老公，徐桂芬生气了，一张脸涨得通红，气哼哼地指责我。我见她这副样子，心里有点明白她的痛处。这个女人大概是被 PUA 的厉害。我骂她，她根本没感觉，只有我骂她老公的时候，她才会生气。我嘲笑道：“我看是你老公赚的少，没本事，所以你吃都不够吃吧？”才不是这样，我老公赚的可多了，他1个月能赚1万块钱呢。她挺起瘦弱的胸膛，一副自豪的模样，努力为她老公争辩。我听见这话，觉得她越发可笑了，反问她：“你老公1个月赚1万，你怀着孩子却连水果都没得吃，那他的钱去哪儿了？”我冲她勾了勾唇角，嘲笑道：“该不会是给你嘴里的坏女人花了吧？”她一下子就不说话了，眼眶通红地瞪着我。过了几秒，她忽然捂着脸跑了回去，拍上了门。我看着她离开的瘦弱背影，心里生不起多少同情之心了。徐桂芬这个人，完美的向我诠释了什么叫做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在家里美美吃了早餐，然后去公司上班。下班之前，我偷偷摸鱼，提前给自己点好了外卖。开车回去的路上，外卖小哥就打电话过来，说外卖放在了家门口。因为以往也都是这么放的，我并没有多想，还美滋滋的想着到家就能吃上热腾腾的烤鸭外卖了。然而等到我回家的时候，门口的外卖却不见了。半个消失之前，外卖小哥才给我打个电话，难道是搞卫生的阿姨把外卖当垃圾收走了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又把目光投向了旁边的702。也不能怪我用有色眼光看人，主要是这段日子的事情实在是太奇葩了，让我觉得徐桂芬绝对做得出偷外卖的事。可是我也不能贸然找上门去，首先是怕冤枉了人家，而且我也没有任何证据。回到家里，我又点了一份外卖，感觉自己吃了个哑巴亏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我又丢了好几次外卖，每次下完班，饥肠辘辘地回到家里，发现外卖被偷了。这种愤怒简直让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感觉心口堵得慌。气愤之下，我在网上下单了一个微型摄像头，我就不信抓不到这个偷外卖的贼。微型摄像头很快就到了，我按照说明书将摄像头装在了猫眼的位置，看着并不是很显眼。安装完之后，我就能在手机上实时看到门外的情形。临近下班的时候，我给自己点了一小份外卖，外卖小哥送去的时候，我还没有下班，照旧将外卖放在我家门口，然后给我拍了个照片。我的车停在地下停车场的时候，还看见了手机的监控视频里，外卖好好的放在那儿。我一边庆幸今天晚上能有晚饭吃，一边又觉得可惜，还是没能抓到外卖贼现行。结果上了个电梯的功夫，走到家门口，外卖小哥给我拍照的外卖就已经不翼而飞了，我简直气笑了。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我的晚餐就不见了。我打开手机，拖动看时间回放，果然外卖小哥来了一小会儿，隔壁的徐桂芬就从他家里悄悄地出来，毫不犹豫地拎着我家门口的外卖，扭头就走。我几乎能肯定，这段时间偷我外卖的人都是他。一想到前几次我晚上下班回家又要重新点外卖，然后等着外卖小哥在高峰期花1个多小时给我送来，我就觉得特别生气。明明本来该回家就有饭吃，结果要饥肠辘辘地等1个多小时，而且等待的时候吃了很多零食，等待微凉的外卖送到的时候，我反而没那么有胃口了，简直是又浪费钱又浪费食物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隔壁这对夫妻。我很清楚，几单外卖哪怕是报警也赔不了多少钱，哪里能解我心头之恨。我心念一转，就想出了一个绝佳的报复计划。接下来几天我都没有点外卖，1日3餐就在外面吃。好几次我下班回家的时候都感觉到隔壁有动静，徐桂芬可能以为是外卖小哥来送外卖，所以一直守着。然而回来的偏偏是2手空空的我。等了好几天，我估摸着他已经馋得不行了。临近下班的时候，我点了一份特殊的外卖，叮嘱了卖家一定要用不透明的塑料饭盒打包，务必要保证将饭盒揭开才能看见内容物。卖家也没有多说什么，毕竟他也知道寄出去的东西有点恶心。外卖送到之后，我就在楼下停车场打
打开监控看，过了片刻，徐桂芬果然出了门，她光明正大的拎起我的外卖就走，就跟是她点的一样。我心想，谁让你一直偷我外卖，这次要你好看。一想到她揭开外卖，看到里面的东西，那密密麻麻的场景，我也算是觉得心里长舒一口气，美滋滋的等待了一会儿，正准备上楼的时候，我的手机里忽然接到了703的邻居给我发来的信息，他悄悄给我发了一段视频，视频上隔壁的干瘪男人带着徐桂芬，手持一把水果刀站在门口，嘴里还大吼大叫701的贱货，你给老子出来，你敢欺负我老婆，我弄死你。他将我家的门捶得砰砰的响，声音在楼道里震动，看着确实有些吓人。我打开了猫眼镜头，能看到他面目狰狞的脸，我心想，法治社会，我难不成要上去跟你硬拼不成？于是我直接一个电话打到警察局，说明了目前的情况，有人持刀站在我家门口，想要行凶。很快2个警察就到了，我一边给他们看我的猫眼镜头，一边带着他们上门。电梯到达的时候，我率先出了电梯门，702的男人扭头看见我，立马露出狰狞的表情，然后手持利刃冲我冲过来，警察抢先一步将我护在了身后。702男人一看到穿着制服的警察，顿时就萎缩了，将水果刀藏在身后，指着我大骂道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，故意寄东西吓我老婆，我老婆可是个孕妇，她有个3长2短，你要进监狱。我两手一摊，我寄什么东西给你老婆了？你把快递拿出来看看。他气哄哄地将一大包外卖扔在我脚边，外卖的饭盒已经被打开了，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面包虫，在盒子里蠕动。没有见惯这个东西的人确实会觉得恶心，而且吓一跳，特别是徐桂芬，她偷我的外卖，以前打开饭盒都是热腾腾的饭菜，有时候还会是黄桃千层、辣味鸭脖等可口的零食。今天她已经好几天没有偷吃到我的外卖了，应该是既馋又饿，急匆匆地打开外卖盒，却看见了一大盒密密麻麻的面包虫，当然会吓得够呛。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家里养了仓鼠，面包虫是我常年购买的饲料。我将地上的纸包捡起来，问他小票呢？男人显然有些心虚，刚刚没注意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没有让人放小票？我冲他笑了一下，调出了我的下单记录，下单记录上明确写着我的收件地址是我自己家701，我家里养了仓鼠，买点面包虫来喂很正常吧？反倒是你偷我外卖做什么？他一脸蛮横，说谁偷东西呢你？谁偷你外卖了？说不定就是送外卖的放错了。我马上又调出来外卖小哥给我拍的送达照片，幸好我早有预防，让外卖小哥拍照的时候一定要给我拍到门牌号。705男人见争辩不过，反而开始耍赖皮，一点子面包虫，还以为是垃圾呢，捡起来怎么了？反倒是你吓到了我老婆，你要赔偿精神损失费。我冷笑一声，你这个偷外卖的贼，还有脸让我赔钱？我告诉你，我门口是有摄像头的，你之前偷我的外卖，我都拍了视频。说着，我就把拍的视频放了出来。其实我只拍到了他最近2次偷外卖的视频，但是我选择炸一下他们，然后就从徐桂芬口中炸出了真相。徐桂芬躲在她老公身后，装成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，两眼往下落泪，对警察说，就是因为她跟我说怀孕的时候要吃水果，然后还让我去她家吃水果，所以我才会偷她的外卖的。现在我肚子里的宝宝每天都要吃水果，要多花好多钱，这些钱都该她掏，我凭什么掏钱？我看你可怜，在我家门翻垃圾吃，好心请你进门吃水果，你还不知好歹，让你老公在公共群里造谣。我冲他撇了撇嘴，你吃不起就憋着，一天到晚到别人家里要东西吃，你是乞丐吗？702男人闻言气得要命，又拿刀冲向我。这一次警察制止了他，并且将他带去了警察局。702的夫妻虽然是无赖，但之前还真没人跟他们这么较真，将他们送去警察局过，所以到了警察局，知道要被拘留之后，两人都老实了些，同意赔付我偷外卖的费用，然后再给我手写道歉信。我直到这时候才知道徐桂芬的丈夫名字叫王耀根，这本来也不算是特别严重的治安事故，加上没有造成什么后果，即便是我心里仍旧恶心，也给不了他们更严厉的惩罚了。只是出了警察局，王耀根拦在我跟前，一改在警察局里唯唯诺诺的模样，警告我，你等着小贱人，老子肯定让你好看。有时候人被狗追着咬，人也很无奈，只能时刻抓一块石头在手里，准备着用石头把狗砸个头破血流。我不想跟狗互咬，索性暂时从家里搬了出去，然后把房子出租，自己搬到了闺蜜家住。我的闺蜜陈红从小练跆拳道，拿过省级奖项，如今在健身房教拳击。她住的地方同一栋楼还有2户是她的同事，搬到她家算是最安全的选择。虽然显得窝囊，但是也实在是没办法，隔壁邻居恶心人，再加上702还有个怀孕的女人，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。于是我的房子很快就出租给了另外一对小夫妻。我本来还有些担心的叮嘱他们，隔壁702的人很奇葩，你们小心一点，不要跟他们打交道。然而入住了1个月，租客告知我702的那对夫妻并没有什么异常举动。陈红对我说，你那个租户我之前晨跑的时候遇见过，那男的1米8几，一身腱子肉，王耀根哪里敢惹他。听到这话我倒是放心了下来，我希望事情能就这么过去，实在不行我还能把房子给卖了，换个地方住。就在我以为就此风平浪静的时候，不对劲的事情又发生了。从月初开始，经常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电话打进来，跟我说些乌七八糟的话，什么419之类的。我第一反应就是王耀根把我的电话挂了出去，极有可能是什么不正经的平台。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事实比我想的更恶心。一天下班路上，我隔壁部门的男同事，30多岁的已婚男，非要送我回家。我再三谢绝之后，他一直跟着我往地铁口走。走的路上，他还时不时的想要过来牵我的手，我被恶心的不行，站在大马路上冲他吼，你有毛病吧？再这样我报警说你性骚扰了。我指着旁边路上的摄像头，刚刚可都拍着呢，报警都能调监控。感谢大街上无处不在的摄像头，很能给人安全感。男同事神色一愣，装什么清纯啊？你不就是想找人约吗？
你不愿意，老子还不乐意玩你呢，你给我胡言乱语些什么？我拿出了我包里的防狼喷雾，狠狠给了他一下，他被滋了一下，捂着脸跪倒在地，一边叫疼一边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我，你自己贴的传单要找人约，装什么装啊？不过就是个骚浪贱货而已。我狠狠踢了他几脚，威胁他要报警。这时候他才从兜里掏出一张传单，扔在我脚下，装什么装？这难道不是你？电话也核对过了，就是你发的。我打开那个被折起的传单一看，这才发现上面竟然是用 AI 生成的我的色情图，下面还写着我的联系方式：性感小野猫，求哥哥419，电话约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对男同事说：你在哪里看到的？他还是那副要死要活的样子，我直接警告他，这不是我发的传单，是别人用 AI 弄出来的。你最好直接说，你也不想我拿着这张图，然后跟你一起去找你老婆吧。男同事有家有口，不敢把事情闹大，连忙直接带我去了他看到小广告的地方。他低声跟我说，这一片的墙上很多地方都有，我就是在这里看到的。他咬了咬牙，这个事情算是我不对，我以后也不会再干了。你别闹到我家里，我老婆怀了孩子呢。我冷笑着看他，心中只有一个疑问，这男人里的王八蛋是都被我碰见了吗？702的那个王耀根，老婆怀孕了，连水果都舍不得买。眼前的男同事在老婆孕期试图找女同事419，这些男人在惹了事的时候就会搬出自己已经怀孕的老婆，让别人高抬贵手，似乎都是别人的错，是别人要惊扰他们带了肚子的老婆。可为什么他们自己做错事的时候不想想怀孕的老婆呢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别人，却对自己是个人渣的事实好像毫无察觉，真是可笑。我没理会他，往前方那片贴了小广告的墙走。男同事带来的这个小区距离我住的小区并不远，原本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工厂住宅区，曾经也繁华热闹，历经了几十年，经过多年的住户更迭，如今还住在这里早已不是体面的双工家庭，而是一些无力买房搬出去的工厂下岗员工，要么就是一些在城里打工贪图便宜房租的务工族。总的来说，这个老旧小区像是城市的一块牛皮癣，就像是被贴的花花绿绿的墙面一样。我顺着墙面看过去，很快就找到了很多我的个人信息。这时我才知道，为什么我最近会接到这么多莫名其妙的电话，都是这些看到了419邀请消息的人打来的。我没有撕掉这些东西，先报了警。然而这一次作案的人显然学乖了，这个老旧小区连物业都没有，这栋旧楼附近也没有摄像头。即便我心里已经猜到这件事跟王耀根脱不了干系，但是却没有证据。回到家里，我跟陈红说了这件事。面对这种泼皮无赖，我们都没有什么办法，气得吃不下饭。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。事情的初衷不过是我出于好心，给一个阴阳不良的孕妇送了些水果，结果我不仅没有收获别人的感激，反而被泼脏水，被造谣，被人家针对。我不想将事情再闹大，已经从自己家里搬了出来，结果对方并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将我的照片 P 成色情图，发的到处都是。难道这世道就是要让好人受欺负，让恶人活得肆无忌惮吗？我忍不下这口气，怎么也忍不下。周一早上，我又去找了那个男同事。他之前买房的时候，在办公室里宣扬的人尽皆知，并不是住在那个老旧小区里的。按道理，那里既不是商业区，也不是游乐场所，他不该去那个地方。男同事见到我，板起脸来：“你别没事找事啊！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从哪里知道那面墙上贴了我的传单的？”我问他，路过就看见了呗。他一副懒得搭理我的样子。这件事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正在查这件事，你不用吓唬我，又不是我贴的。男同事相当的不以为然，不是你贴的，但是你有传播，你还来骚扰我本人，我可以报警，让你配合调查。我眯着眼睛看他，别的不说，我要是报警把你说出来，事情是肯定会闹大的，你自己掂量吧。我没有告诉他，因为那片没有监控摄像头，所以暂时查不出来结果。只是我和男同事都是在大公司上班的体面人，这种事情爆出来，他丢人到了极点，算是社死了。他脸色青一阵紫一阵，最后还是败下阵来。半晌，他给我发了一个账号，对我说，这是一个同城直播的博主，播出一些奇葩事件，我是看了他的直播才看到你那张单子的，你要找就去找他，别来找我的麻烦。他推给我的账号叫做坤哥论世道，直播的主播是一个30-40岁的中年男人，穿着 polo 衫，一副土气的打扮，但是在网上却有着为数不少的拥趸。我看了一下他发的视频，大多都是挑起男女对立、痛斥捞女等内容。我翻了一会儿，还真的找到了他发我相关信息的那期视频，视频点赞有3000多，无数人在下面留言，一些污言秽语简直不堪入目。我看着那个数据，心里竟然有些高兴，转赞评这个数据足够报警了。我将这个账号给举报了，顺便将相关的证据录屏保留，然后举报给警察。与此同时，为了防止被这种账号倒打一耙，我直接开了一个账号，将最近的遭遇讲述出来，剪成视频发到网上。因为我最近遇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奇葩，所以发出去之后还是获得了一些关注，有很多好心的网友在评论区为我出谋划策，也有人劝我，博主一个小姑娘，还是别跟那些男人斗吧，你肯定斗不过的。我没有回复那些让我息事宁人的消息。实际上，在我搬出家的时候，我是想过要息事宁人到此为止的。可是如今事实已经摆在我眼前，退让换来的绝不会是尊重，而是对方的蹬鼻子上脸。发完视频之后，警察局那边也传来了新的进度。在获取了视频之后，警察找到了那个视频博主，这人叫王坤，原本就住在老校区附近，靠着在网上骂女人、煽动男女对立情绪，获得了不少粉丝。以往也有人说过他发布不实消息，但是没有人直接报警，一般只要他同意删除视频，也就不会再追究。在调查之后，很快他就说了实话，这些东西是我一个哥们儿带我去看的，他说那里有骚女人邀约，是个不要脸的贱货，让我将这些消息传播到网上。警察问，你那个兄弟是谁？
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王坤的兄弟竟然就是王耀根，两人是远房堂亲。王耀根来到沪市，第一时间就联系了王坤，两人经常一起喝酒吹牛皮，还一起干过不少坏事。很快，王耀根也被领到了警察局。王耀根没想到王坤会把他供出来，加上他已经被关过一次，再也不想尝试被关押的滋味了。于是他为了脱罪，将事情都往王坤身上推。在两人狗咬狗的相互争斗下，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。王耀根因为先前发生的事情对我怀恨在心，为了报复我，他找了 P 图软件，将我的脸 P 到那些色情图片上，然后在小区附近的打印店里打印出来，在附近进行张贴。除此以外，他们还将我的照片发到了一些不正规的视频网站上，因为这个视频网站又查出了他们其他的违法事项。于是王耀根跟王坤暂时被扣在了警局。在我回家的路上，徐桂芬忽然拦住了我，她也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我的新住址，一直守在小区门口。我这天车送去洗了，是打车回家的。于是在进小区的时候被她堵了个正着，一段时间没见，她肚子更大了。她身材瘦小，穿着不太合身的衣服，挺着个特别大的肚子，看着都让人觉得可怜。她朝我冲过来，声音尖利的像是划过黑板的尖锐指甲，就是你害得我老公3番2次的进局子，你怎么这么坏呀？在她身后还跟着一个皮肤黝黑的干巴老太，看模样跟王耀根有些像，大概是王耀根的母亲。徐桂芬对她身边的老太太说，妈，就是她害得耀根进去的，她如果不害我又怎么会进去？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一手掏出手机给陈红打了电话，我家耀根怎么你了？你一副贱货模样，本来就不是什么正经女人，她不给你发，说不定你还自己上街发呢。老太太一双浑浊的眼睛，眼神上下扫着我，就像是说的是真的一样。所以你也是发传单的帮凶吗？我将手机对准他，你一开始就知道他在对我造谣，发那些色情传单，传播我的隐私信息，是吗？见我拿出了手机，老太太又不肯承认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徐桂芬忽然快走几步，又摆出了那副柔弱不堪的模样。算我求求你了，你把我老公放出来了，我现在已经9个月了，你现在这样是要逼死我们母子吗？她说着，哭天抹泪的朝我扑过来，一把跪在我脚下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我跪下来求你好吗？你放过我老公吧，他只是个老实人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欺负人？我被他气得眼前一阵阵发黑，彻底收起了心里不该有的怜悯心，往后退了几步。我一字一句的对他说啊，是你老公自己做了错事，所以他会承担法律要他承担的后果。至于你，我瞥了他一眼，如果我做错了什么，那就是我一开始就不该帮你。我说完，转身就要走，那老太太还要来拉扯我。就在这时候，陈红赶到了，她一把将我拉了过来，护在身后。你想干什么？拉拉扯扯的干什么？除了陈红之外，他那几个健身房的同事也一起赶了过来。虽然大家不敢动手，但是光是站在那里都挺有压迫感的。老太太见我们人多势众，又怕徐桂芬肚子里的孩子有个3长2短，只能带着徐桂芬先离开了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王耀根和王坤这一进去就很久没出来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从他们2发我的 P 图传单引出了另外一桩案子。这2人在城里并没有什么正经工作，去偷东西吧，没这个技术；去抢劫也没这个胆子。于是他们将视线放在了他们自认为最好欺负的群体身上。2人在大学周边的小旅馆开房安装隐藏摄像头，拍了一些私密视频，然后传到网上去赚钱。他们原本做的还算隐秘，但是这次进局子，2人狗咬狗，将这件事说漏了嘴，然后警察顺藤摸瓜一直审讯他们。这2个泼皮无赖哪里能扛得住审讯？被套话之后，很快就将这些事情交代了个干净。于是数罪并罚，这2人一个判了8年，一个判了5年，短时间内都出不来了。徐桂芬和王耀祖的老娘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又过来找过我一次麻烦。只不过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，王坤的家里人也开始找他们的麻烦。按照王坤家属的说法，我家王坤都是受了王耀根的撺掇才会犯事的，这都是你们家的错，2家人闹得不可开交。很快，徐桂芬就和王耀祖的老娘一起搬离了我家隔壁。他们没什么正经收入，而且房东本来也不同意他们在自己家生孩子。很快，这户人家就销声匿迹。至于我传到网上的视频，成为了吃瓜网友们茶余饭后的闲谈趣事，一桩不知真假的都市传说。我在大半年之后将押金退给了那对租客情侣，然后搬回了我自己的房子。令我吃惊的是，这对情侣竟然买下了先前王耀根一家住着的那套房子，成为了我的新邻居。有一天，我下班之后拎着一些水果回家，家门口看到那个高瘦的女生站在了家门口玩手机。那一瞬间，曾经的徐桂芬在我脑子里闪过。我当时给徐桂芬分了些水果，然后后面发生了无数让我恶心的事情，给我的生活也造成了巨大的麻烦。我也曾发誓再也不要多管闲事，可是再次看到傍晚一个人站在家门口的女人，我还是犹豫了，怔愣片刻。我轻声问：你怎么站在家门口啊？女生转过身来对我说：我忘记带钥匙了，她在回来的路上呢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打开了自己家的门，玄关的灯打开，我轻声问她要不要进来坐坐。她在我家小坐了片刻，吃了点心水果。片刻之后，她男友回来了，她也跟我告别。次日傍晚，我刚刚吃完外卖，又听到了敲门声，我有点担心，隔着猫眼看了一下，发现是隔壁的女生。我将门打开了一些，轻声问她有什么事吗？她将一盒荔枝递到我手里，姐，这是昨天晚上买的，谢谢你昨天收留我哈，送你吃。她说完也没给我拒绝的机会，马上就溜走了。我将那盒荔枝放在桌上，心想这世道遇到的奇葩应该是少数，应该还是好人更多吧。全文完结。